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有请这3对嘉宾，有请。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石先生30岁，来自安徽，项目经理；王女士35岁，来自山西，私营业主。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觉得对方现在有什么变化？他现在越来越不靠谱了，每天一想。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承诺的事情是一件都做不到。你们感情中有了什么问题？她现在就是个闺蜜脑，完全没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她就是变心了，还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你希望对方做出哪些改变？我希望她能远离闺蜜，多考虑我的感受。支持我创业，抓紧把婚礼给我提上日程。诉求挺多啊，男方的诉求是关于闺蜜的，女方是有创业，还要早结婚，是吧？对。这个在我们看来，就是在情感当中出现了第3股力量。对。来，谁先说？怎么回事？就是她那个闺蜜啊，是一个特别不靠谱的一个人。之前就是经常混迹于那种夜店呀、酒吧，就这种玩咖，然后每天就结交各种不同的这种异性朋友啊。我很抵触这类人，因为我是一个正经工作、踏实上班的一个人，所以我跟这个人圈子就不一样，所以就磁场根本就不一样。然后呢，他今年呢就是老约着我对象一块儿出去喝酒啊、聊天啊什么的，而且他在有意无意的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咋破坏的？他出去的时候总会说：“哎呀，小石这个不好啊，那个不好啊，没有钱呀，没有潜力呀。”他回来就跟我吵一架，就是有意的在破坏我们。然后呢，今年他们喝酒喝得比较频繁嘛，有一次就是晚上我去接他们，我就发现她这闺蜜是真的坏。做了啥事儿？就是我去接他们嘛，接她回家。然后呢，我想着给她闺蜜也送回家吧，我本来是好心是吧？然后她闺蜜上车之后呢，就借着那个酒劲儿，就把她送我那个玩偶，就车上那种车载小玩偶，全给扯下来了。然后她就是说她自己喝醉了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她根本就不是一个喝醉的状态，因为跟她聊天的时候思路啊都特别的清晰。其实我对我闺蜜的了解，她人还是挺不错的。她那天她的确是喝多了，她只是对她看不惯而已。那是我看不惯她吗？你说有一次她来咱们家里边，好酒好菜的招待她，然后让她好好玩，让她自己搁那儿自己灌酒，灌完酒之后呢，吐得我们满屋都是。然后回家之后呢，她又跟她发信息说：“哎，小石这准备的菜也不行啊，酒也不行啊，我都喝醉了，咋地的。”喝醉了连酒不行。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坏呢？就我好心的对她，她就是这样的去对待我们，我就觉得这种人我一直都劝她去远离这个人，不要跟这个人过多的去交朋友，过多的有交集。她又不是天天来我们家。再说了，我觉得这没有多大点事儿啊。我好奇，就是吐完之后谁收拾？我收拾的。对啊，她收拾。那为啥不是你呢？因为家里边家务基本上都是我做的多一些。难怪啊！那作为一个大男人，我觉得不至于说就因为这么一件点小事儿，你就一直说个没完。她老说是小事儿是吧？有一件大事儿啊，现在就是想一出是一出。她闺蜜说什么，她就想做什么。她闺蜜说他们要做一个豪车租赁，就是说这个市场还挺蓝海的，然后说这个东西能挣着钱。她之前在北京还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还有一个差不多的收入吧，我觉得还挺好的。我们就是把小日子过起来就行了。人家二话不说就把工作给辞了，没跟我商量。我觉得这是个大事儿吧。我有时候就没法跟他商量，就是不等我开口呢，人家就永远都会说，不行，不好，不太靠谱。就但凡沾点我闺蜜这个边儿啊，他就说，哎，你这个事儿干不成。那你说我还用跟他商量吗？跟的是你那个闺蜜啊，你那闺蜜本身她就不靠谱啊。我有多一句嘴啊，小片里面说的支持我创业是指的这事儿吗？对，跟这个闺蜜一起做。对，她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东西。但是我闺蜜跟我讲了，这个要是做起来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刚初期嘛，要做起来的话，这个挣的钱呢可不是一丁点儿的。做不起来呢？对，她就没有想过这个东西，她就觉得她闺蜜说这个东西，她就肯定能做成。她也不想想这个创业有多难，她去做这个东西，她就没有想过，哎，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去弄，然后天天就打着这个创业的这个幌子。人家创业我也见过，就是什么去做市场调研呀，然后去收集客户啊，然后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应酬，是吧？这就是咱们以往就是印象中的这个创业，但他们的创业就直接跳过了所有的环节，就直接到了应酬的环节。但是不懂这个行业，这个行业做起来以后，说实在话，那我挣的很多的钱，我跟你讲，养你都没有问题的。
还要我这事儿做了多久？已经有2、3个月了。现在有营收吗？我已经接触到了，已经很重要一个客户了，但是他不支持我，还而且他还去搅和他。你说半夜天天的去喝酒，喝得烂醉，然后我今年工作也特别忙嘛，然后我回到家之后，家里边没有一个人，我还得去酒吧再去接他，然后他天天都是喝得醉醺醺那个状态，我回家之后再给他收拾完，基本上天也亮了，天亮我又该上班去了。你说我怎么制止他？我根本不可能支持他干这种东西啊！确定创业项目是租赁，不是开酒吧是吧？啊，不是，因为前期要一些筹备，还需要一些客户。那么这些客户筹备跟酒吧有什么关系？对啊，没有，我们需要一些客户。客户为什么要去酒吧？对啊，因为我需要是大的，就比如说是那个。什么叫大的？比如说一个大一点的婚礼，就比如说需要一个整个车队，涉及到这一些，整个一个车队，或者说是做生意的人需要充场。他总是妄想，总是觉得这个东西他能挣到钱。哎，这个车的资源从哪儿来呢？资源就是我这个女朋友她给到的。她有一个弟弟，是一个整个的公司，它里边是有各种各样的车。所以你们是个2手资源，对吗？那人家可不可以直接去找这个公司租啊？当然可以了，对吧？啊，对，我们2个现在就是准备着手，就是我俩一起去找这个客户的资源，对接这方面。哎呀。珍惜生命，远离闺蜜啊！只能这么说一句话了。就是嘉宾，你们听听他这个东西靠谱吗？就是我听着我就觉得不靠谱，不靠谱。然后呢，他就打着这个创业幌子，天天去酒吧干什么呀？就是喝酒。她那闺蜜给她介绍各种的所谓的客户吧。有一天我去接她啊，就是一个男的是这么着给她扶出来的，就是他已经喝醉的那个状态。然后扶出来，我第2天问这个男的是谁呀？他说就是客户。你说客户有那么亲密的吗？一个人喝多了，那。出于礼貌性的，那扶一下，那不是很正常吗？你一个女生在外面为什么要喝多呢？这话问的这个东西，你说去了，跟闺蜜去了，那么谁有可能说是我能把持的那么完整，那么一个度？怎么能就说哎，我喝点酒我就可以？因为你是在谈买卖，所以你不能喝醉。但有些时候真的是那些东西是把控不住的。那想要去谈，我觉得就不能去有保留啊。啊，好吧。工作上我肯定是不可能有任何保留的，说我腌着我瞒着，谁跟我合作呀？但是你的工作不是陪酒啊。对啊，我这也不是陪酒呀，我想的是把它能转化成我自己的一个资源。就是我感觉他每次去那儿都是去玩的，然后玩开心了就喝大了。然后有一次就是我在家里边看他手机啊，就他喝醉了，然后我看见她闺蜜给他聊天记录啊，都是那种给他推小哥哥，而我感觉就不是那个。推客户那种感觉，我今天也把那个截图带来了，我们能看吗，姑娘？可以看，身正不怕影子歪，来吧，一起看。您看一下这聊天的内容。你看这帅不帅？他就是给他介绍对象呢。怎么样？下次喝酒一起？哈哈哈哈，还行吧。哎，我想看后面有什么。后边那一张。骗了吗？你看这个怎么样？这个是你认识一下聊聊，就是她闺蜜。这是你喜欢的类型。我天，这是闺蜜发的？对，就是她闺蜜发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呀，也没有什么过分的呀。我只是正常，就是干嘛要揪着她一棵大树不放？您看这说的是什么？就是说别在我一棵树上吊死呗。就是你看她自己回的，还是说你说的有道理。刚才咱们看那第2章里边那小伙子，我那天他说他去见客户嘛，然后我就跟他一块去了，我偷摸去的。然后我就看着那个男的就坐他对面，然后2个人就是喝酒喝得还挺开心，然后有时候勾肩搭背的。当时我一下就火了，就把他拽出来了。我说你这个客户有这么谈的吗？你这不是那个相亲对象吗？我也见过那个照片。那个我正在谈呢，人家就说了，人家弟弟下个月要结婚，人家说了要整个可能有10多个车，一天我能收入多少钱呀？这说到这个节骨眼上头了，直接给我拽出来了。那去酒吧喝个酒，那肯定是坐在一起的呀，而且酒吧人比较多，那挤在一起，那你非得如果说我啊就是存心搂着你了，那你说你这一点，你不是鸡蛋里头挑骨头了吗？哦，好吧。那你要觉得是拥挤，我们也没什么话好说，是吧？啊，行，闺蜜这个事儿就不听了，就到这样了，还有人想结婚是吗？没有，我就觉得她现在被她那闺蜜带的跟之前不一样了，我就觉得我要重新考虑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没有说造成我们一定要就是因为这么一点点事儿啊，我出去玩了，你不乐意了，你就不跟我在一起了。当你一个朋友在跟你这么说话的时候，同时你还要结婚了，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我的感受，我满脑子想的是要跟他好好创业，我可以分担一下他这边的压力。就是你没有不舒服的感受，反正说好听点，就姑娘比较单纯，是吧？女生你现在是着急结婚是吧？对，我毕竟处2年了嘛，而且我年纪也不小了。
你说有几个2年的青春在这么耗着，而且我今年都35岁了啊，所以我也不想这么拖着。可是他这边呢，我有时候就是打电话、发微信，我找不着他人，发个微信可能今天早上发的，周五才会给你回。我觉得我现在回他就已经很给他面子了吧，就是之前他那个样子的时候，就是很稳定的时候，我说秒回嘛，因为我们要结婚嘛，然后感情也挺好的。你说他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我就压根儿就不想回。你们算订婚了是吧？他年初跟我求的婚，求完婚以后，本来没有闹这些矛盾之前啊，就商量的说双方父母见一个面，然后我跟我这边父母都已经说了。但是呢，我又打电话跟他父母确认的时候，他父母竟然都不知道有这回事儿。我就没跟我父母说，因为我年龄也大了，父母的年龄也大了，他们现在就想着我们能够安定的生活，就是找一个能过一生的这个伴侣。但是后来就出这档子事，我跟我爸妈说，到最后亲戚朋友都来了，都知道了，到最后我们俩再走不到一起，你让二老多伤心啊！所以对你来说，这段情感是岌岌可危的。我是想着我们这段感情，如果他现在还是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在一起的必要了。如果那个闺蜜还是在她中间，然后她觉得跟闺蜜比较近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如果她不能恢复到以前那个样子，能够跟我安稳的过日子，能够正常找个班上，那现在是不是说这个女生只要在北京找一份踏实的工作，远离闺蜜，这个婚还要结？对，我觉得远离闺蜜之后，然后我们俩再把剩下的矛盾解决一下，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剩下还有什么矛盾？因为他就是特别小孩的一个人，就之前吧，我确实也给过他一些承诺啊。去年的时候大家都在家嘛，然后也没有那么忙，家务活呀、做饭呀都是我这边来负责。然后今年不是特别忙嘛，我有时候可能在公司加班个5、6天，我回不到家。然后我回到家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他就跟个小孩似的，他就是享受那种被别人照顾的感觉，就地上全是垃圾。然后自己坐在沙发上去那儿看剧玩游戏，那些外卖的包装都堆成山了，就堆成垃圾山了，他都不去收拾。那上面都有什么蚂蚁、蟑螂什么的，你看着都觉得这是人住的地方吗？这是一个过日子的状态吗？他还有时间去蹦迪，他有时间去认识别的异性。可他以前可不是这么讲的，他以前那会儿追我的时候，天天跟我说了，哎呀，你就负责在家貌美如花的去美容了，逛逛街了，什么挣钱我来挣。饭我来做，卫生我打扫。我说了，我那会儿我搁家的时候啊，我父母都让我啥都不做的。他说你跟着我在一起，你也啥也不用做。那现在呢，他就各种挑我毛病。我觉得他就是有其他想法了。我觉得他可能他不是有其他想法，他就是要跟你分手，想法非常明确，要跟你分手。你意识到没有？我觉得这些事情都并没有说已经弄到那种地步呀。你们觉得有问题吗？因为我们家也是做生意的，我觉得这个姐姐就是可能太冲动了，她不应该就是把自己的工作辞了，然后对于做生意这方面是需要天赋和头脑，我觉得不应该那么冲动。你是觉得姐姐缺天赋还是缺头脑？我觉得她太冲动了，还没有，姐姐都缺。我觉得我特别能理解这位哥哥，虽然说我的女朋友也喜欢出去玩，但是没有到那种不清不楚的事情。刚才吧，我听他俩说吧，我就感觉吧，不应该跟闺蜜那么近乎了，就是离她远一点，没有那么好挣钱的。就是因为我理解她挣钱不容易，所以我现在做的所有一切事情都是基于我俩感情基础上我才做的这些事情啊。我寻思这个可以挣得更多一点。姑娘啊，你也是离闺蜜远点。有些人的心思吧，不一定是那么正。男朋友多好啊！你看我家这个。你要好好珍惜。坏了，这点题了。核心在你看我家的啊。在场的很多人对您的闺蜜都是有质疑的。来，曲总，曲总是搞过销售的。曲总也是在酒吧天天陪客户吗？真没有，真没有。还敢？酒吧是一个什么场合呢？有的人抱着去谈业务的想法去，有的人抱着去娱乐的，还有的人呢，就是借着谈业务的角度去行自己的私心的。这姑娘真不知道那些和你喝酒的所谓你的客户能给你商业机会的人怎么想的吗？我觉得我女朋友她不会害我。你那个女朋友啊，其实实际问题不是出在她身上，出在你身上。她一定会有很多的试探，然后来测你的底线在哪里。你的底线被她摸透了，你没有底线。说实话，那个闺蜜就是你自己心里个镜子。我刚才问你了吗？当闺蜜跟你说那些话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你没有不适的感受。你对于外面那些花花世界、那些花花草草的，你是心里还有一些好奇，还有一些想法。你这种心理状态，你是不适合结婚的。男生呢，
不着急分离闺蜜，闺蜜在这儿挺好。你要做一个清醒的认识，你们之间到底出现什么问题？台下你们好好聊聊，然后再决定是否能够走在一起。我觉得你是一个没有尺度的一个女孩，你不知道在外面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什么样的情况我不可以喝醉，而且这种没有尺度也是对于你未婚夫的一种不尊重。还有一点，你老是觉得，哎呀，这个男人曾经给我过那样的承诺，那是一份美好的愿望，但是你不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蟑螂在地上跑来跑去的，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女生，我想想哪个男生都不可以接受。我希望这位男士理智的选择。你今年35岁姑娘是吧？35岁。我觉得你心智也就3岁不到。就从几个方面，第一，闺蜜说什么听什么。创业不是你在创吗？难道是你在给你闺蜜打工吗？不是，不是吧？不是。所以你应该去做一个正常人要做的一个创业者要做的一个判断能力，对不对？这第一点。第二点，张嘴就来，你说让我在家貌美如花的呀？这个年头了，35岁了，您还信这些鬼话呀？这是我说你自己的几个问题啊。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姑娘，你现在最严重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你已经被那个挣大钱这3个字把你的双眼给蒙蔽了，你已经没有任何自己的一个底线了。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创业，你应该是没日没夜在做客户，在做调研，你们应该是约在一个喝咖啡的地方，或者约在一个什么地方，我们具体来谈你需要多少辆车，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要给你做方案的。请问您在酒吧怎么做方案？在黑的连字儿都看不见的地方。如果是你的未婚夫，他现在每天晚上要泡在酒吧谈事情，然后告诉你说我要创业，你还要继续嫁给他吗？所以姑娘，你醒醒吧！我觉得他跟你分手一点毛病没有，而且你现在真的也应该要分手。如果再有一个人这种无底线的兜着你，还能跟你结婚的话，你往下坠的速度会更快。现在是叫醒你最好的时机。是这样，你的未婚妻呀，既要你，也要灯红酒绿。对，你是什么呢？你刚才整个生活态度就是凝练了俩字儿，叫稳定。你是想要稳定，你未婚妻生活当中在35岁，她也需要一个稳定，但同时又舍不得放弃灯红酒绿，所以她就是既要又要。你信一个35岁的人，咱们不管男女，一个35岁的人，那早都是见过职场、见过江湖的了。你信他单纯到不理解他在做什么吗？不信。所以他做什么，他心里很清楚。所以别这样，他是想过日子，你是需要过日子，但你不甘心只过日子，以创业的名义不务正业。女生，我觉得咱先把创业这个事儿弄清楚，什么是创业？说白了，您这个不叫创业呀，您这就是中间商挣差价呀，怎么还把它描绘的那么大呢？这里面其实核心的有一个东西，人家有一句话说嘛，在你凝望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着你。你用了一个我要挣大钱，我挣了大钱，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对生活的一个幻想就是贪欲嘛。当你凝视贪欲、追求贪欲的时候，贪欲实际把你吞噬了。如果说核心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字：懒。你的生活态度已经决定了，你一定会向那个方向走。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一个35岁的成年人会吃完外卖之后自己不收拾。怎么35岁还有这种一夜暴富、走捷径的这种想法？怎么到了35岁，把自己不会做家务的千金小姐的身份蹲在这个地方？所以你们先冷静下来，婚这件事儿先别着急结了。对，先把结婚的事儿放一放，冷静的思考一下，然后再怎么做。好不好？好，谢谢两位，来，请坐。我们有请下一对。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王叔叔68岁，来自哈尔滨，退休；蔡阿姨67岁，来自哈尔滨，退休。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认为你们的感情出现了什么问题？我怀疑我们之间出现了第三者。他越老他越不讲理，
他太强势了。他现在就是装傻充愣，揣着明白装糊涂。他老翻旧账，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你希望对方做出什么改变？我希望他把心思放在家上，否则这日子真的过不下去了。别总是听着风就是雨，都这么大岁数了，多丢人呢。中国有句话啊，无风不起浪啊。为什么说听风就是雨啊？风哪来，雨从哪儿起呢？咱就从风雨开始说起吧。就是60多岁快70岁的人，从您这嘴里冒出第三者，当时真是给我们惊住了啊！怎么了？最近2年吧，我发现他有一个老情人，我说他呢，他老说我想得多，净给人往坏处想啊。来到这儿呢，我就想请各位老师给我评评，是我想的多，还是他俩之间有事儿？从下岗以后吧，他跟单位同事就不怎么来往了。近2年退休了呢，又来往了，聚会也多了。有一次呢，我出门碰着邻居大嫂，大嫂说：“看着你家老公和一个女的搁街上散步呢。”通过同事打听呢，原来是他的初恋。他俩处过对象吧，感情挺好的。是以前就是年轻时候处过对象，我的父母吧还挺高兴的，但是人家女方父母呢就有点不同意。后来呢，给女方呢，人又单找一个，这事儿都过多少年了？对呀，40多年了这啊，现在他又提起来了，都早已经翻篇了都。是我提起来了吗？你们最近不又联系上了吗？不管是联系上了，还带他出去旅游呢。有一次吧，我儿子说回来晚上来吃饭，我叫他去买菜去，一买菜3、4个小时不回来，我就给他打电话吧，打2、3遍不接，最后那边接了。我说让你买菜，你干嘛去了？他说我现在在2城呢。我说这买菜怎么一高子撂2城去了呢？啊，是那么回事儿。这早上起来吧，我去买菜去。又碰上我们这同事的好朋友了，他说呀，在2城靠那山边上有块地，又有果树，还有菜园子，那地方还能钓鱼。他们打算在那个地上想买下子，说让咱们去这几个人去参谋参谋，看看这个地值不值得买。里边有那个初恋，有啊，他们拍的照我看着了，有那个女的，有，跟他还坐一个车，挨着还。他那是怎么的呢？前个2台车走了，我坐在后边的台，完了那女的来的晚，我都不知道她也去看去，都是那什么一个单位的，能不知道吗？那女的吧，那个女的就是冲着他去的，装傻充愣。阿姨，那女的她有老头吗？家里？没有，离婚了。什么时候离的婚呀？哎呀，那完了更说不清楚了。哎，你们不要这么八卦行吗？听叔叔阿姨讲。他就看人家那离婚了，本来一个单位的挺熟的，见过面有啥事儿吧就找我，他就不愿意。还有一次吃醋，给人家搬家去，他跟他妈妈打电话吧，开着视频，他妈说：“你给小娟那个搬家搬咋样了？”我一听怎么还有搬家的事儿啊？等他回来，我就问他：“你是给谁搬家去了？”先头不承认。我说：“你别不承认，你跟你妈打电话我都听到了，还给人家屋里收拾的妥妥当当的。”哎呀，哪有？完了呢，还搁人家吃完饭回来的。我养了一台那个货车，完了去找车的，他看着我熟这不一个单位的吗？原先再说还处过对象，自己还往里栽，哎呀，你就是一个单位同事不就完了吗？他这些事儿能不叫我怀疑吗？他就是想太多了，其实吧都是正常的事儿。完了人家离婚了，孩子吧还在远地方，你说找找我就帮忙呗。哎呀，他就是不愿意一天的和我干仗。现在经常聚会，聚的可频了，一个月得2、3回。哎呀，没有那么多，像他聚会呢，每次吧，都有那女的，他们那里头有我一个同事，就爱照相，还发朋友圈。我就在朋友圈里看着的。完还有一张相片，他们聚会走的时候，还看着他呢，还搀着人家呢，搁那搀着人家往下走去。那天他真的。那天吧，多少年没见面了，都挺高兴的，喝点酒，完了有的给照相，完了，他呢那天喝多点了，
就是往下走，楼梯一下把脚脖子崴了，完了我就扶着她。还有一个女同志，上跟前有一个骨伤科，给她上药啥的。别人不扶呢，就你去扶啊。她也和别人不熟啊，完了。你说那脚脖子崴了，你说咱就那什么帮着把着点，就跟别人不熟，他干嘛要去参加那聚会？他参加那聚会，难道只因为和您熟吗？没事儿，他想太多了，太除了这个，您觉得他们有事儿，还有什么证据让您觉得他们有事儿？呀，还上他妈家献殷勤呢。有一次我到我婆婆家，我婆婆跟我唠嗑，哎呀，小娟子前2天又来了。又给我买些营养品，买的奶，哎呦，哎，还给我按摩，哎呀，那屋子里还给我收拾挺妥当的。这个小娟吧，原来是我妈的学生，完了不是聚会嘛，都问老师咋样啊？我说这2天啊身体不太好，住院了，这才出院。他说哪天我去看看去，就这么事儿。从这以后吧，他的事我都盯着点儿啊。有一次呢，他出去了哈，忘带手机了。我就翻着手机一看，哎呀，俩人照片啊，可亲密了，又挎着饽饽，又搭着膀的。哎呦，说太严重了。还有他俩的聊天记录，你看看他们的聊天记录，是像那个一般正常关系吗？不像吧？你陪我去一趟吧。王哥，你接我去一趟那个联通的音乐厅吧。王哥，你人真好。不是，其实吧，我们这同事吧，挺老实的，在外他也没有外交这人啥的。一点儿不老实，叔叔啊，他一点儿不老实。他有时候他一点不老实，是不是老师们？你看看他唠的嗑，你看是我给你送过去，咱俩吃饭，还是你来？当我为老找借口。哎呀，你给我送点东西，我缺这个了，缺那个了，老找机会让他出去。对，你说每次干活就干活吧，还必须每次把那工具都得落那儿。对。那女的吧，挺本分的，其实老实巴交的人，其实吧，她就想的太多了，根本就没那回事。是老实巴交吗？你瞅瞅你的聊天记录。咋的呢？她离婚了，又有点啥活，你说她认识我，你说我再不给人帮她干点活，其实没有那么些事儿。怎么没有啊？没有，他这说的啥？不是，核心在这儿呢。下一句。我真的觉得老师就像我妈一样，哎呀，比我妈还亲。对呀，比我对我婆婆还亲点。把老师变成老妈，对，什么情况下？啊，当儿媳妇的情况下。你们俩有事儿没事儿？他原来和我妈关系就挺好的。我跟您说，您是跳进黄河洗不清，真就洗不清了。这个我问几个问题好吧？先问阿姨啊，您还是挺在乎她的，对吧？是。您今天来是要跟她干嘛？哎呀，就因为这女人，我们干过多少次仗。我老说离婚，她不同意。你要离了婚，她不正好就跟娟子过一起了吗？这么大岁数还离啥婚呢？得让人多笑话呀！大哥啊，我就问您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一个单身女人，您去给人搬家并且收拾家，您觉得这个做法合适吗？反正还也是有点不妥当。哎，有点不妥当。第2个问题，一个单身女人。家里头经常坏东西，这物业可以修，对吧？就是嘛。这社会上也有人修，他老找您去给他们家修，是把您当成了免费的劳动力了呢，还是把您当成了什么？你给琢磨琢磨。我在单位吧，就是当过维修的啊，干点会干点。所以他是不是占您便宜了？这个总觉得吧挺熟的，有多熟呢？原来不是在一起？对呀，原来还在一起过。对，不需要避嫌吗，叔叔？对呀，就这意思。我就寻思是帮干点活。好。一个弱女人。哎呀，人家给您发那消息，显得可是自己真弱呀。啊，人家显示自己越弱，您越大男人呢。问第3个问题啊，您觉得您家里这个媳妇儿更需要照顾，还是小娟更需要人照顾？当然得照顾媳妇儿了，她那边是次要的。那边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次要的可以不要。你们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我觉得阿姨这边没什么问题，就是确实是叔叔应该是跟那位阿姨走得比较近了，就是怎么着也得避一下嫌。就是你们现在我觉得生活也挺好的，都已经60多岁了，就结婚40来年了。我觉得叔叔可能有一些东西太大大咧咧的了，就是不太谨慎了。我觉得你们男生都一个样，不管岁数大的还是岁数小的，
都想的是吃着碗里的，然后再看点锅里的。他们谈业务那些人也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不是谈业务。没有，我指的是他这话一出口，你就发现他对男人就觉得那个。对，你可不幼稚啊！别人都以为是你是幼稚，我看你真不幼稚。这叔叔阿姨，我觉得他们的孩子知道，可能关系也会不太好。因为我是晚辈，我听着这个事儿也不太对劲啊，不对劲了。我是觉得吧，这个叔叔，我不知道您看不看得出来，那个阿姨就是对您有没有点什么？但是作为一个女生的角度的话，我觉得那个阿姨肯定是对您有点什么的。儿子知道这事儿吗？不该让他们知道。哎呦，委屈的。我觉得刚才那个小姑娘问了您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也是我想问您的，就娟子对您有点意思不？没有，他这人老实，比较老实，不是想象那样的。哎呀，比较老实。你这话似曾我听见过，哎，好像那个35岁的小姑娘说过类似的话。不能，没有，我是为业务去的，你是为友情去的，对吧？一个酒吧，一个娟子家，基本上异曲同工。您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啊！有好日子不过，非得想整点花样出来，是不是？这退休之后，一下生活变得没有像以前那么丰富了，一下空虚了，想去寻求刺激。停，这顶多是娟子大姐使唤一傻小子，难得傻小子乐意，没你说那么复杂，我都快，人家68了，咱们快奔70的人没长个会，哎呀，就咱们这是一次糊涂的经历，是吧？你就得把它干成糊涂的。那好，甭管你是真糊涂，还是假傻。如果您还做这样糊涂的事儿，那您就一定会有一个糟糕的结果，就是这么大岁数了，阿姨离开您了，名声也不好听啊，他要不算，我就彻底跟他离了。所以把咱那点小心思吧收一收吧，啊，现在真的是需要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要去享受那个平平淡淡的幸福。叔叔，我真是觉得您口口声声说那个老娟阿姨，我觉得她真的是。就是我一点也没看不出他老实，然后又找您修这个修那个，明明知道你们是以前的恋人，明明知道是孤男寡女，她现在没有老公，然后他找您修这些，然后还亲切的说什么是叫您母亲叫妈妈，对吧？就跟我自己亲妈一样，然后又睡不着了，哎，我觉得他一点都不老实。还有这阿姨，您千万不要中计了。该对老公好的时候，你就对老公好，因为你这头越那个什么，就等于是把他往外推了，千万不要中计了。我只能说到这儿了，还希望你们俩好好过下去。来，珊娜老师，咋办呢？这个小姑娘啊，她一提前任，她就控制不住，她情绪就失控，是吧？对。啊，那你就说吧。就是前任就应该像死了一样，对，永远老死不相往来。沉默了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到老了还要兴风作浪呢？就现在我站在您老伴儿了这个阿姨的这个角度来说，是什么呢？就是我心里会不爽，我会不高兴，我也知道你们没什么事儿。那时候这么大岁数了，本来女人对于男人的初恋就会很介意，您不会不懂。您想想，您老婆有一个初恋，每天在一起，然后2个人一起出去玩了，然后一起吃饭了，没事还独处一室了，搬家他会去帮着收拾，您心里乐意吗？对，不愿意，对吧？对，不乐意吧？那断不断呢？断吧。还联系吗？不联系了。阿姨，我觉得就是到这个时候了。我刚才虽然那么说，叔叔啊，但是说到这儿，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咱得放宽心，活自己。他爱怎么着怎么着去。大哥啊，哎，咱们那个地方啊，以前的单位4、5千个同事啊，出门抬头不见低头见，谁不认识谁呀？您呢，哪怕作为被使唤的傻小子，您乐意，但是我们是庸俗的大多数。这个时候，哎，你听说了吗？咱们单位以前那老蔡大姐，就她老公，跟自己妈妈当初那女学生，哎呦，40多年了。还没忘了呢？没有，不是，就是后来联系上之后，人家那女孩离了婚了。对，2年前为他离了婚了。这么大岁数还离婚呢？可不，然后现在没事老上那大姐家去。嗯，你看，那就是那蔡大姐，就是她老公，就是她老公上人家，给人家那个离了婚的单身的大姐，还一起出去玩。对，说不清道不明。我就告诉您，
您不替自己琢磨，您得替儿子儿媳妇脸上挂得住挂不住，您得多想想。小娟无所谓啊，小娟无外乎就是占便宜，就使唤一个上门白给自己修水管子的。您这给人卖把子力气之后，这一家子这，哎，十里八乡都认识您啊，何必呢？其实真没什么好说了，到了这个岁数了，人生活的其实比我们明白。你就发现嫉妒这个是不分年龄的，就是你是18岁他会嫉妒，你是98岁、108岁他还会嫉妒。刚才雷老师模拟的那个是中国的那个成语，叫人言可畏。哎，就这个事儿就是经不住别人说。对。万一有这人言怎么办呢？这不夫妻得团在一起吗？对。大姐，我倒觉得你可以把你那些老同事什么的呀，叫在一起吃个饭。今天的主题就是请娟子同志吃饭。听说娟子离婚了，对吧？给娟子介绍个老头嘛，有什么不行的呢？哎，对对对。我再问叔叔一个问题啊，您这一辈子爱的女人是谁呀？啊，还是我爱人。谢谢两位啊，那个就请回吧。来，我们听年轻人的，这隔着好多代的啊。本期第3对情感嘉宾，小杜22岁，来自云南，学生；小雪21岁，来自四川，学生。那么今天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觉得你们在感情中的地位平等吗？一点都不平等，他总是高高在上的。不平等，因为他总是把我排在最后一位。你觉得他有什么缺点？不顾及别人感受，特别双标。磨叽、妈宝，还敷衍。你希望他能做出什么改变？给我点时间和空间吧。我就希望他多陪陪我。是在一个学校读书是吗？不是。不是。怎么认识的？从小就认识。我爸妈在昆明工作，他呢是昆明本地人。我小学是在昆明读的。哦，小学同学是这意思吗？嗯，对。什么时候开始谈恋爱的呀？大学，我初2的时候转回去了，但是每年我还是会，就是一放假就回昆明来啊，大家就见面啊、聚会啊什么的。他是我第一个喜欢的男生。到了上大学，我主动的拉近跟他的关系啊、距离啊，然后走到了一起。但是呢，我就觉得他什么事情都要跟他的兄弟说，我感觉他跟他的兄弟狼狈为奸，而且他的朋友比我更加重要。因为有一次呢，他带了我去跟他的朋友一块吃饭，当时大家吃完饭呢，就走到路边，他跟我说他要回家了，当时我就以为真的回家了，但是呢，我回家了之后呢，发现他们在我走之后还去了他那个朋友的酒吧玩。我就觉得他跟他的朋友一起哄骗我，计划着先把我支走，然后他们再去玩。他们也是中途决定的，难道说你都回家回到一半了，我又把你扯回来吗？可是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打个电话让我直接过去呀。但是如果你会体谅的人的话，你应该给我一点自己的时间吧，总不能我只要一有时间我就要跟着你后面。他总有借口，总有解释。他作为我的男朋友，他在他的家人面前也不会维护我。有一回大年初4去他奶奶家吃饭，当时家里来了很多老人，做的比较清淡。当时呢，我就坐在他和他妈妈中间，他妈妈就说，如果我想吃重口味的东西的话，就单独做给我吃，就问我想吃什么，我就说阿姨做什么都好吃，吃什么都可以。当时你不是这样回的，你当时说的是你做的好不好吃嘛，要不然后面他怎么会说一句，哎，你不要这样讲。就算我说的是你做的好不好吃嘛？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啊。因为如果是我妈妈说要做一道菜给我吃，我就会那种撒娇的语气吧，就说妈妈你做的好不好吃嘛？就这样问她。其实说什么都不是重点了，姑娘，就怎么在你的生活里把这男孩看得这么重啊？就是你好像完全被这个男生带动了你所有的情绪。就是我是真的挺喜欢他的，对吧？就是能感受到嘛。这里面其实就有任性，有其他的东西。男生，你有什么困惑，你也可以说说。我们俩的家庭条件差得太大了。有多大？他家是相当于做生意的，然后我爸爸是打工，然后我妈相当于一直都是全职太太，所以很多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平衡我们俩的那种想法啊。就比如说有一次跟他天天出去，我都没有钱了身上，我连泡面都吃不起了，然后我就去看那些那种兼职信息，我想找一份工作好赚点钱。然后当时他看完一本书，他又想来跟我分享。然后他又打电话给我，
但是当时我饭都吃不上了，我还怎么去照顾他呢？而且他说的什么诗词歌赋、人生哲学，我也没看过呀。那你说你不喜欢这些，那上次我不是还给你写了一幅《少林赋》吗？他也挺喜欢的呀，他收到也很感动。为什么这么选那么大个作品啊？因为我觉得里面有一句事情很打动我嘛。哪一句？色受魂语，心于于侧，就是讲喜欢的人在旁边就很开心。今天有没有带来？那个作品很大啊。是全部都把它拓磨下来了。对。哇，自己抄的是吧？零的。对，因为它太大了，没有地方挂。哇。用了多久？差不多不间断写7、8天吧。你送给他？就是希望他能够记住我。你说林这笔字真好。哎，这他这字好，林的这笔字写的真好，对吧？所以男生，我特别想知道，当你收到这幅字的时候，你什么感受？我感觉非常感动，但是我感觉没有办法报答他呀。我既没有钱去做一个什么，买一个什么奢侈品。这是压力山大。那你怎么回馈呢？我不是也给他写过情书吗？字写少了还不乐意，后面这就是是吧？好不容易写3封。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亲爱的宝宝，这是我们相识的第8个年头了。这漂亮啊，这小文字很干练啊。最后听这个呀，今日没有晚霞，天气转凉，风也轻了。浪漫也有代名词，鲜花、晚风、拥抱、接吻、信函。我想我们该见面了。绝对好啊！你看，你注意这句啊，我曾偏爱于月色，想做一缕融融的月光，温柔却又孤傲，冷清又艳艳，很内秀啊！这是个文青啊！从信里面看，他的心思是很细腻的，他也有他的感触，应该是属于那种敏感的人，尤其是在财富面前，越敏感的人，青年时期处理这种事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你能理解他吗，姑娘？除了他所说这个东西之外，现在还有什么是在你们的这个情感里让你们的情感不舒服？我觉得他有点妈宝。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当时我约他晚上出去吃烧烤，他妈妈知道了之后要跟我们一块儿去。确实吃烧烤的过程当中，他妈妈很照顾我，就是一直问我喜不喜欢这个，喜不喜欢这个。他应该是要给我买。然后到了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妈妈问我喜不喜欢香水，我当时的本意呢，就是想替他妈妈省钱，我觉得不要浪费这个钱再买了。我当时就回答说，阿姨，我的香水已经很多了。就是我当时是脱口而出的，可能也有点紧张。当时我看他妈妈的反应是没什么，但是到了我俩单独在一块的时候，他就说你的这个情商啊，又开始批评我。我觉得那句话就是不太礼貌的呀。本来差距就大，什么叫我香水已经很多了？难道说你是贤妻？况且我也没有妈宝啊，我只是在乎你们俩的关系。可是我觉得我跟他妈妈的关系没有问题，而且我觉得也没有涉及到没有礼貌这个层面，顶多是当时回答欠佳吧。你是实话实说，对方听起来很刺耳，你没发现这个问题吗？他是很难做到融通的，就是你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的时候，你的感受你是很随意的、很低俯下来的，就像你男朋友给你写这个信一样。这个男孩子用了很多隐喻啊、比喻啊，在写他们爱情的，他写的不是那么直白，就他很小心谨慎的在做一份表达。你的那段话，我们听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你跟我交往的时候，比如说我对财富这件事，我一点不在意的时候，我香水很多了，这句话在我的心里面是不会留下任何印象的。但是你给一个买1瓶香水，可能就要1个月的生活费或者怎么样的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会很刺耳，你能理解吗，姑娘？所以这里面没有他是不是妈宝，就是你要用心放下来，去感受一下你男朋友的那个内心的感受。所以我想问男生，你跟他谈恋爱，你累吗？累，我感觉我非常的高攀不上他，够不着吗？是的。女生，你能理解他的那种感受吗？我就是理解不了。你是没法理解。就是我觉得他非常的双标，就是每次我出去我都给他报备什么的，但是他出去的时候他又从来不给我发消息。他有一次和姐妹出去泡温泉，然后我第1天下午就给他发了消息，他到第2天晚上都没有回我。
到后面我跟他提起这个事，他说他在泡温泉看不了手机，你没泡过温泉你不懂，啊，所以他介意的是你不懂，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觉得有巨大的压力。我觉得他就是跟我在一起顾虑太多了，我怀疑他根本就不想跟我在一起。你看，他也敏锐地感受到了问题所在嘛。我觉得这个弟弟吧，他可能就是确实两边的家庭差距比较大，他比较自卑和敏感。但是我觉得这妹妹挺好的呀，一心一意都在想着他。我女朋友这样的话，我觉得我很珍惜她，就是小伙子应该好好去努力。我觉得两个孩子都挺好，但是可惜你们处在一起挺难的，以你们现在的能力、阅历，可能接不住这份感情。两个人在一起，不是说你好我好就能在一起很幸福，而是说你我都在一起很合适，在一起很放松。男生很明显嘛，在一起不放松。这封信上啊，我读到另外一种感觉，就是他其实挺骄傲的。每个人的成长经历、经验、获得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在一起的时候，两个孩子都不错，但就是这么不对付。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啊，试着分开一段时间，看看你们分开之后，你们对彼此的思念，对彼此在一起这件事情是否是你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这个弟弟写的这个情书，我看了几句之后，我就没想看。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太用力了，真的也不是那种平时的、很真挚的、朴实的感受。就非常，咱们有共同的感受。对对对，它像是写一篇作文，要给到老师看，得一个满分。然后呢，也能看出你是有一定才华的，而且我想必这种，就是有一定才华和内秀的人，心里都是有几分小骄傲的。所以呢，你们俩到今天，从最开始的时候，你一封我一封，愿意去写，一到今天，你是有一点不想演了，你觉得很累了。你们两个人未来会面临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女生买了一束花，我觉得这是情调，男生觉得这是浪费，鲜花，对吧？有必要吗？你买鲜花干嘛？但女生就觉得，我觉得心情好啊，就是这是生活的仪式感。仪式感，但是男生就会觉得这不是浪费钱吗？而且还有一点，姑娘，我不觉得你瞧得起他，你喜欢他是真的喜欢。但是可能在你的潜意识，你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部分，你是瞧不起他的，你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中间你有一句话，就是你跟他说那个你没泡过温泉，你不懂。然后包括你对他妈妈的态度，如果你那么爱他，你应该会考虑到，应该会感受到他的感受，然后去包裹他那个自尊心。但由于可能你少不更事，对，所以你可能没有理解到，你的那些话，我觉得你的潜意识里，你是有优越感的，而且你喜欢这种优越感。你女朋友给你这份礼物，你现在给我说一下，这边8个字，这边8个字，这边8个字是什么？写上领妇得心上人。那这边8个字是什么？色欲与你心怀于侧。色受混语，您又说错了。
啊。对，挺好的呀。对，我觉得我们不能用一个年近50岁老头的思维去衡量年轻人。是，只有到了40、50岁活得玉润珠圆的时候，才知道送礼送的是别人喜欢的。年轻时候送的一定是把我认为最好的掏给你。这个我觉得姑娘没有任何问题，小伙子也没有任何问题，我看到了，我觉得就是真挚的。很干净的这个我跟雷老师在这个角度上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不认为这个礼物是说你自我欣赏，我不这么认为啊，这是第一。第二是说，我一直在想那个事儿，就是能不能跨越。就在文学作品里的爱情是很难有跨越的，但是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看到的跨越的故事比比皆是。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条件好的放下来，多体谅一点就好了。大小姐的习惯把它拿来谈恋爱，一般的男人是受不了的。我是特别希望他们俩好。我也希望。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信念，愿意为自己的情郎抄10米长卷，为什么不可以挑战一下自己呢？我是愿意相信爱情是有力量的，它可以冲破好多的东西。行了，我们要聊的大概就是这样。我们要谢谢这个3对情侣跟我们做的分享，然后大家想一想，一会儿要不要出来，要不要做选择？谢谢你们，来，请回，请回，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那么，第一对未婚的夫妻，他们会作何选择呢？让我们来看一看，请开门。对，男生已经完全就分手的态度了。对，其实今天男生就是来找一个台阶，体面的分手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来自东北的这对结婚了40多年的老夫老妻，他们会作何选择呢？请开门。好好过吧，叔叔阿姨们，是不是？还要一直的爱下去。对，行了，我们一起见证属于您2位的浪漫时刻。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再过几年就该金婚了。祝你们身体健康、幸福快乐每一天啊！谢谢两位。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下一对是重点猜。我觉得会分开，可能是男的分开，男的走。第3对我不希望他们分开，内心是不愿意他们分开的，但是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别分开。我是希望他们分开，我觉得他们也会分开。最重要的是，弱的这个人他要有强大的内心，强的那个人他又要有过度的就是同理心，这样2个人才能走到一起。姐姐就调嘛，都没有调嘛。哎，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么样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看看这对年轻朋友自己是怎么选择的，请开门。走了，走了吧？走了，走了。哎。这个就是生活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的节目是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的。广电5G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祝每一对走进这个节目的朋友都能获得他们想获得的、他们想要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